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央視熱劇選角引爭議，觀眾質疑老演員裝嫩影響觀感。最近，央視年末仙俠劇《逍遙》開播了，氣勢洶洶殺進觀眾視線。本來以為又要掀起一波神仙打架，結果熱搜卻歪樓成了少女敢坍塌修羅場，你敢信？本來都等着誇特效、誇陣容，誰想到全網只剩一句譚松韻到底還適合演少女嗎？好家伙，這就叫一句為火星翻車，劇情還沒討論上，就被女主的狀態搶了風頭。其實譚松韻這事兒不新鮮，她娃娃臉出道靠的就是少女路線，《甄嬛傳》最好的我們都讓她圈粉無數。但今年這一出《逍遙》，網友吐槽直接拉滿，什麼強行扮嫩濾鏡碎了一地姐姐帶弟弟闖江湖，評論區比彈幕還猛。說白了，就是角色和演員脫節太明顯了。再加4開對臉鏡頭，滿屏淺色高馬尾，反而把她的年齡感暴露得一清二楚。笑起來有鬆弛感，臉線條寬了不少，這哪是10幾歲小仙女？越看越尷尬。不過，讓人更無語的是，這種尷尬不是1天2天才醞釀出來的。央視劇本該慎重選角，為啥這次也掉坑裡？導演徐紀周可是拍過《狂飆》的狠人，這回首都跨界拍仙俠，還拉來趙麗穎友情客串。預告片一個背影都能衝熱搜，當時全網客瘋了。但正片上線後，卻因為女主狀態與設定錯位，把所有熱度拱手讓給爭議。你說神不神奇？其實再看看侯明昊，同框站一起只差7歲，可放在熒幕上，一個少年感滿分，一個成熟氣息撲面而來，那種情侶變姐弟的氛圍隔着屏幕都能看見。觀眾會買賬才怪。這屆網友嘴毒得很，各種截圖實錘，別再硬凹少女感，這是照妖鏡還是4開電視？可見對這種套路早就膩了。所以問題來了，是譚松韻選錯戲了嗎？還是說整個行業審美出了毛病？說到底，中年女演員被市場逼着捲少女賽道，是不是有點荒唐？你想啊，現在35+的優質女性角色稀缺到離譜，不是婆婆媽媽就是工具人反派，有成長有魅力的角色鳳毛麟角，難怪譚松韻還在接這種劇，要麼捲流量，要麼失業，兩難題擺明了，誰都不好受。可資本想什麼？資本管你狀態合不合適，只認過往流量成績單。前幾年誰演少女爆款，他們就死盯着用爛為止，所以我們看到10部仙俠8部套路一樣，傻白甜加高冷男主模板複製粘貼，再創新都懶得裝下去。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到現在全員吃青春紅利吃到撐，制片方樂呵呵賭就流量風險低，可觀眾眼睛雪亮，審美疲勞4個字已經寫臉上。更扎心的是，有些人罵譚松韻不自知，其實仔細想，她也挺無奈，被娃娃臉捆綁10多年，一路被推着走少女路線，現在年齡上來了，反倒成了負擔。不接少女人設吧，沒有好本子找上門，繼續扮嫩吧，全網群嘲翻車。這哪裡是個人選擇，更像一整個行業給中年女演員蓋上的遮羞布，說穿了就是不允許女人老，不准女性成長。但有趣的是，同劇趙麗穎比她年長，卻靠氣質和造型拿捏住角色，只露臉幾分鐘就驚豔全場。這說明什麼？不是年齡問題，而是貼合才是硬道理。說白了，如果角色選對人，年齡壓根不是絆腳石。少女感至上這套遮羞布，該撕就得撕，不然只會讓更多作品變成流量裹屍布。網友們也不是傻子，各路彈幕調侃，央視都這麼玩套路了嗎？再這樣下去，還不如 AI 演呢。輿論早已一邊倒嫌棄同質化嚴重，
其實觀眾從來不排斥中年女性，只要角色有層次，故事扎實，大齡女演員照樣能爆款。比如之前《我的前半生小歡喜》，哪個沒口碑沒收視？可惜資本只信數據表，不信市場變化，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的局面。一邊是特效炸裂的大制作，一邊是劇情和選角的巨大割裂，看着多少讓人嘆氣。逍遙特效確實沒拖後腿，大場面夠燃，小細節跟人物情緒走也算良心。但光靠技術救不了創作短板，少女濾鏡碎了一地，誰替女演員埋單？最終還是那句老話，影視圈如果一直困在單一審美裡，不管怎麼堆資源，都只是換湯不換藥。只有讓各年齡段演員都有機會嘗試不同類型，讓中年女性不用再躲遮羞布，不怕老去，敢於成長，這個行業才能真正健康起來。否則再多流量護體也是曇花一現罷了。所以與其抓着少女感遮醜，不如承認每個人都會變老，也許那才是真正的勇氣和魅力所在。2. 徹底顛覆。譚松韻新劇《我的山與海》素顏曬黑演逆襲，告別少女感的她太驚豔。內娛職場奮鬥劇終於有新標杆了。譚松韻新劇《我的山與海》一開播就憑真實感封神，剛放出幾集就衝上熱搜，網友清一色好評，這才是普通人的奮鬥史詩。譚松韻徹底擺脫少女感濾鏡，演技太絕了，沒有懸浮的霸總光環，沒有狗血的逆襲套路，開篇就用最細膩的真實戳中人心。西南山區的晨霧還未散盡，神仙頂的石板路上留下少女匆匆的腳印。譚松韻飾演的方婉之攥緊口袋裡僅有的積蓄，身後是破碎的家庭與被迫中斷的學業，身前是通往深圳的綠皮火車。那節擁擠的車廂裡，載滿了他對命運的不甘與對遠方的懵懂憧憬。每個觀眾都能從他的眼神裡看見自己或父輩初闖世界時的局促與倔強。誰也沒料到，那個總帶着甜美元氣，靠少女感圈粉無數的譚松韻，這次會徹底卸下光環，用一場毀容式表演驚豔全場。為了貼合角色，她全程素面出鏡，特意曬黑了膚色，連走路都帶着流水線女工特有的疲憊感，將方婉之從青澀少女到商界女性的幾十年蛻變刻進了每個細節裡。初到深圳的她，穿着洗得發白的衣服，被工廠組長刁難時，眼眶泛紅卻強忍着委屈的模樣。深夜在夜校路燈下，借着微弱光線背英語單詞的執着，擺攤被城管收秤後，躲在巷子裡偷偷哭完，抹掉眼淚重新站起的堅韌。沒有一句口號式的勵志台詞，卻用一個個煙火氣十足的片段，把奮鬥最本真的模樣詮釋得淋漓盡致，讓無數在外打拼的觀眾狠狠共情。這部劇最打動人的，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開掛逆襲，而是絕境中女性之間的彼此扶持。方婉之與李娟、郝倩倩組成的創業鐵三角，徹底打破了國產劇裡常見的雌競套路，滿是你難時我拉你一把，我累時你扶我一程的溫暖默契。他們會因為貨款分配的小事吵紅臉，卻在有人被客戶刁難時立刻抱團反擊；會在遭遇金融危機、公司瀕臨破產時愁眉不展，卻能圍坐在一起啃着饅頭商量出路。這份不摻雜質的純粹女性情誼，成了風雨奮鬥路上最暖的光，也讓這部劇跳出了單純的個人逆襲敘事，多了幾分治癒人心的力量。不少網友看後直呼被這份姐妹情暖哭了。劇裡山與海的意象貫穿始終，藏着最戳人的深意。山是根，是方婉之魂牽夢縈的故鄉，是她出發時的牽掛與羈絆；海是夢，是深圳街頭的機遇與挑戰，是她奮鬥拼搏的戰場。當功成名就的方婉之帶着養女回到神仙頂，不是為了炫耀成就，而是踏踏實實的建學校、辦工廠，帶動家鄉發展，完成了從走出大山到回歸大山的閉環。
這一刻，我們才真正讀懂劇名的內涵。奮鬥從來不是為了逃離過去，而是為了更好地擁抱根源。這份對家鄉的眷戀與回饋，讓整個故事的格局瞬間打開。隨着劇集的熱播，網上也引發了關於譚松韻轉型和奮鬥劇創作的熱烈爭議。支持方直言，譚松韻這次轉型太成功了，終於擺脫了固化的少女感標籤，證明了自己不只能演甜寵劇。這部劇沒有懸浮濾鏡，把普通人的掙扎與堅持拍得太真實了，比那些無腦爽劇有意義多了。但也有不同聲音，還是習慣甜美的譚松韻，突然看她演這麼苦的角色，有點不適應，覺得部分奮鬥情節太壓抑了。看劇是為了放鬆，不想被勾起打拼的焦慮。支持方立馬反駁，演員就該突破舒適區。譚松韻的轉型恰恰證明了她的專業度，真實的奮鬥本就充滿艱辛。這部劇的價值就是讓我們看見平凡人的堅韌，不是製造焦慮，而是傳遞力量。其實放眼全球影視圈，聚焦普通人奮鬥的題材一直備受青睞。從當幸福來敲門，展現底層小人物的逆襲堅守，到風雨哈佛路裡女性突破困境的成長，都靠真實的情感共鳴跨越了文化邊界。而全球創作趨勢也越來越偏向去濾鏡化，摒棄懸浮套路，聚焦真實的人性與成長。我的山與海的爆火正是踩中了這一趨勢，用本土化的奮鬥故事引發了最廣泛的情感共鳴。說到底，我的山與海的成功在於它用一個個真實的片段串聯起普通人的堅韌與溫暖。沒有天降的好運，沒有莫名的偏愛，只有腳踏實地的堅持和絕境中的彼此守望。譚松韻用細膩到極致的表演，讓方婉之的故事有了直擊人心的力量。她不再是那個永遠年輕的少女，而是能駕馭複雜人生軌跡的實力派演員。在這個容易焦慮、時常迷茫的時代，這部劇恰似一束光，告訴每個正在打拼的普通人，我們或許沒有驚天動地的天賦，卻能靠着不肯認輸的韌勁，在自己的山與海之間，活成最耀眼的模樣。從走出大山到回歸大山，方婉之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逆襲，更是一代奮鬥者的縮影。你被譚松韻在我的山與海裡的表演驚豔到了嗎？你心中最戳人的奮鬥情節是哪一段？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